嗨，大家！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几本书，但是在那之前呢，哎呦，等一下，让我先坐好。嗨，大家！哇，你们听到吗？骨头在咔咔咔。OK，I don't know， 我现在到底长怎样？我看一下。镜子是什么？就是手机自拍，可以吗？还是不要那个好了。好，我这样把头发弄起来好了，可以吗 ？OK。首先呢，我每一年的最后一天，或是最后几天，就会开始进入一个沉淀，跟进入一个状态，就是我想要开始新的一年启程。那我会做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写下我在2024年，整年每一年达成的一些，每一年每个月做的就是的大事，这样。像你看我这样，我就会这样：1月、2月、3月、4月、5月、6月，然后8、7、8，就是到12月。好，可能看不太到 detail， 因为有点乱，但我写的都是中文。OK， 所以我大概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发生，例如在2024年的1月，我们在12月底，我第一次去滑雪，我没有滑过雪，那时候第一次去滑雪，然后后来手差点断掉，然后第一次进急诊室，德国的急诊室，然后2月没什么大事，3月也没什么大事，4月考了那个德国驾照笔试100分，这个我用黄色，就是觉得好像有达成了什么。然后5月就是一些小小的里程碑，然后6月我拿到德国驾照，然后7月我买了自己的车，然后7月开始开手排车，克服了自己的障碍，然后8月第一次开长途车，我就是第一次拿我的手排车去开了很长的一途，就是从我这边开到另外一个城市。对啊，然后9月去找我妈去波兰，9月去搬了新家，10月去了台湾，11月回来又飞了一个航班，然后12月妈妈来跟我住，反正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有点回看自己这一年的里程碑，大事小事，不管是什么，你这样回去看的时候，会给你一个蛮踏实的感觉。我今年做了什么？我今年其实达到了一些目标。我今年其实很勇敢，对，所以这是我每年都会做的事情，就是去记下回顾我一整年的2024年。然后回顾完一年，我就会去看我这一年学到了哪些课题，像是我这里就写说 lesson learned， 我学了什么？我学到了不要当烂好人，就是当我没有在那个能量心情内，不要答应人家，就是不要 say yes， 可以说 no， 因为我有时候可能会答应，然后后来我自己后悔，不是后悔就会觉得就搞得自己扛了那个烂，就是自己答应了，可是后来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我想做的，但就是因为我希望当个好人，然后就变成烂好人，所以我今年我会就是去提醒自己不要当烂好人，我自己能量范围内我不要的话就是拒绝 ，say no，it's okay，you know， 没有一定要 say yes， 你没有欠任何人什么，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我学到的是不要过度分享，因为有时候我就会只是很善意的去分享说我可能工作上怎样怎样，或是我可能怎么样，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去接受这件事情的，蛮妙的，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触，是因为我可能分享了例如我的工作或是我的薪水什么的，没有特别怎么样，但是可能在某些人的眼里，如果他们的能量状态里面不是很善的话，他们会用恶意去接受，他们就会有嫉妒心态，然后就会，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就是你可能讲 ABC， 那别人可能接受 CBA， 因为每个人的那个情境跟状况不一样，所以你讲出来的话，别人不一定会100%接受，跟你的想法一样，所以要再次确认说 OK。我们在同一个能量范围，我们是不是这个人是可以分享这个的吗？就是
不要以为你讲的 ABC 别人接受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用他们自己的理解方式去接受任何的资讯，可能同一句话我接受跟你接受是不一样的嘛，所以这件事情我有再次被提醒。然后再来就是我第3点，我写了他人的行为不是我的责任，就是可能有时候有的人的行为我会觉得这样不行吧，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为他们感到我应该要，我也忘记是什么原因我会写这个，但是我写 let the guilt or bad feeling pass。对，我觉得我需要停止往身上揽责任，因为我的人生是我的路，别人的人生是他们的人生。我其实不太能改变任何人，我只能做我自己能做的，然后对方怎么样，那是他们的人生课题嘛，对不对？所以我要学会切割。Yeah。然后第4点我写说你比想象中更勇敢，就是其实我今年下来，我发现我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我当下都觉得应该做不到吧，但是其实我比想象中更勇敢，因为我的个性真的就是这样，我越害怕我就越会做。手排车那个例子就是最大的例子，反正我就是怕的要死，挫的要死，但是我就是要克服，我就是想要克服这件事情，然后我做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2024年的课题我学到就是我比想象中更勇敢，常常会害怕，但是却面对就好了。像我明天后天要去滑雪，我其实很害怕，然后因为我上次差点把手摔断，所以我会有点害怕，可是我想做，我想要滑雪板。我想要学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去做。So yeah。然后最后一点我写说，如果他们想要，他们会。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2024年学到很大很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如果对方想要，他们会做；如果他们不想要，他们就是不会做，就是这么简单。我可以跟你们说这个例子，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个男生，就是一样是我的邻居，他现在搬走了。可是 the thing is，我一开始跟他认识，我想这个人很怪，他应该是不太可能会交到女朋友什么的什么的。然后，但是后来他跟一个女生认识3个月，他马上搬去他那个城市住。所以他在我面前真实的例子就是，当一个男人想要，他就会做。我是个女人，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我只能用这种例子跟你们讲。所以如果一个男人他想要密你，他想要 text 你，他想要跟你保持联络，他会。如果他没有，他就是不想要。事情就是黑与白这么简单。因为我的个性也是，我想要做我就会做，我会做到。那如果你一个男生，你想要做但你做不到，那就是不想嘛，不够想嘛，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女孩们就也不用多想。如果一个男生没有密你，他就是不喜欢你；如果一个男生他没有跟你沟通，那就是不够在乎，就是这么简单，不用帮他找理由了，真的这么简单，黑与白你会很清楚，把线都划开，人生也会简单很多。所以这是我写给自己的2024年的5点学到的。然后当你这样子的把东西都写下来，你会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里程碑，还有一些可以学的东西。然后这是我一个写 letter to self， 就是给自己鼓励吧。我也不知道我写了什么，反正就只是写了一大堆，就是给自己的一封信，就是可能 I'm very proud of you， 我写说我很替你骄傲，就是对啊。然后提醒自己 like I love you。所以这是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顾2024年每个月里程碑我学了什么，然后写一封信给自己，谢谢自己2024年。再来我会做的事情，第2点就是我会画一个 mind map，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它长得有点像这样，就是我等一下用电脑用给你们看，但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你中间就2025年，然后你就往外去发展，说 OK， 事业一个圈，健康一个圈，感情一个圈，
看有什么对你来说很重要。I don't know， 身心健康一个圈，旅行，然后我就会这样，然后再分开，然后我就会写说 OK， 健康的部分想要多喝水，每周运动3次，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有一个目标，开始有一些想法，然后就是去发展这些想法，让你有理清你在2025年你想要什么样的样子，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目标跟梦想。这对我来说写下来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就可以看见我想要做的事情。Yeah， 所以推荐大家这2件事。开启新的一年，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回顾2024年，成长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写一封信给自己，谢谢2024年的自己，可以再写一封信给自己，期待自己2025年要怎么样去面对。然后再来就是做一个 mind map， 就是去拟定你的目标，也不是说什么大目标，但就是给自己一个方向，你今年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2件事情我每年都会做，对我来说非常有效，也非常重要。OK， 现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去年看的几本书。我没有很喜欢看书，我看书的那个能力非常慢，所以我通常都会用听书的，就是可能用听的，然后我喜欢买纸本的书，然后画重点，这样我都会画重点。然后因为我读很慢，所以我用听的就比较快。所以首先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本Atomic Habits， 它叫原子，它中文好像叫原子习惯。然后这本书呢，我还没有完全看完，可是我看到中间，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厉害。如果你想要改变你有一些坏习惯，你很想要改变，非常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它会直接从你习惯的那个根本开始去帮你分析你要怎么改变，一些习惯是怎么造成的，然后习惯怎么改变。我觉得这本书是天书，真的，如果你想要改变习惯，这本书超推。我跟你说，我边看边觉得哇，我的那个重点都画到超多就是很多重点。他说，随便找一句，反正他说，其实习惯就是Okay, your habits matter because they help you become the type of person you wish to be. You become your habits. 所以他说你的习惯其实很重要，因为你的习惯会造就你这个人格，你会成为你的习惯。所以习惯其实就会成为你。所以你应该要先去想，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当你确定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要想说 ，OK， 这个人格会做什么样的行为？那从这个地方这样切入，然后你的习惯就是要以这个人格去设计。反正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放在第一个。假如我想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那一个健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你这样的思考逻辑去思考，你就会发现说 ，OK，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我会有什么行为？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反正他就会分析你的习惯，然后分析你怎么样可以去改变习惯，怎么样可以去戒掉坏习惯，非常推，非常非常非常推。OK， 第一本，第二本这本 The Surrender Experiment， 抱歉我的书都是英文，这本书好像叫做屈服的力量吧。我等一下这边标一下正确的名字，但这本书也很厉害。这本书跟这本书是同一个作者，这个 The Untethered Soul 这本是一样的，这2本是同一个作者。我是先看完这本，然后这本就在讲说你的心灵，就是我觉得他最主要的重点，他是在教我说我内心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你的室友。但你这个声音一直都是负面的，然后你要怎么跟这个声音去抽离？然后你要怎么抽离你这个声音跟你的人格存在的价值？因为我其实我的声音以前蛮负面的，然后其实那样蛮痛苦，因为你的室友很吵，你想象你跟这个室友住在一起会疯掉，所以他就是在跟你分享说。让你厘清说，你不是你的声音，你不是你的脑中的想法，你是你脑中想法后面那个存在。当你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声音，它其实干扰了你的人生。可是这个声音是事实吗？不是。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但是它这本书很深，所以
它让我有一个对于我与我自己更深的了解。但我应该会再读一次，因为它真的这很值得再读。同一个作者他后来写的另外一本，这本 Surrender Experience 这本我看了真的是超爱。他其实就在讲说，其实在教你相信宇宙的力量。这本书就是在讲这本书作者的故事，他就在讲他的人生是怎么被宇宙铺出来的，一切的发生都不在他的掌控之内，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屈服放手，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让宇宙去指引他，他相信宇宙，他让宇宙去指引他，他放手，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就放手，说他放手去接受这是宇宙给我的礼物，不管这件事情他想不想做，对他来说好，宇宙给了我这件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我就屈服，那我就去做。那一件事情的发生，他人生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宇宙给他的，然后帮他铺好路。这本书也很厉害，所以也很推荐屈服的力量。你会学着就是有时候放手，有些事情发生不在我们掌控之内，放手，让宇宙继续帮你铺路。这本书我很爱，很推。OK， 我只确认一下还有没有在录。再来，这本书看了很多次。这本书《世界第一爱》，这本书有点难懂，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但这本书我看了很多次，我一定会再看。反正这几本书都是可以一而再看的书。它也是有点跟这本跟另外这几本有点像是，它也是在跟你说，就是反正我不是我的声音，我是我声音后面的声音。然后对于一些价值观的存在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常常会以为我是我的工作，或者我是我的名字，我的价值就是因为我有这份工作，我的价值就是因为我有小孩，我的价值就是因为我是谁。但其实你的价值跟这些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价值的存在其实就只是你，就是足够的。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工作，你失去你的车子，你失去你的小孩，你失去了一切，你的存在还是够的，还是有那个价值。那些负债的东西都是外在的，那不是你，你是那些标签以外的那个存在。所以这个又是算是身心灵的一个让你看透一些事情，看破一些事情的一本书，非常爱这本书。中文名字忘记了，等一下贴下来给大家。好，再来。这本书 The Wim Hof Method 就是因为我后来去参加他的活动嘛，然后我对于呼吸跟冰冷，就是泡冰水这件事情突然很有兴趣，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是对我们身心很有益处的，所以我有去听他的讲座，然后我很喜欢这个人，然后这本书就只是在讲他的故事，然后他怎么与冷跟冰认识，然后他现在有一个很厉害的 method， 就是理论，就是呼吸可以治疗，不管是身体健康还是心灵的创伤，其实都可以治疗。我其实只要可以的话，我早上起来就会先做呼吸运动，因为它会让我比较冷静，然后有时候会呼吸到哭，因为其实当你深呼吸到一个很内在的创伤，其实会被发泄出来，所以这本书也很推，但我比较推的是它的呼吸法，是一个可以很好的去平静我们的身心灵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是一个让你可以静下来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很喜欢它 Wim Hof， 我不知道中文好，我等一下贴。我现在很怕那个录影会停掉，我看一下。好，我们还 OK。好，最后一本，这本是我上个月在迪拜看的，然后它叫 Never Split the Difference。这本书跟身心灵比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它就是在讲辩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hijack investigator， 就是他是一个假如现在有人
绑架了你的小孩，然后警察要去跟这个人辩论，所以它里面很多例子都是发生了绑架案，然后那个警察他们要怎么去跟那个歹徒去 negotiate 辩论，然后去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他在教你人生怎么样去辩论，不管是薪水上面，你要怎么去拿到你想要的 offer， 或者是人生的不管的是什么，你只要很清楚你要什么，那他有一个方式怎么去跟人家沟通，你讲话的方式。然后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停顿，常常在讲话，我有这个问题，我们都不会停顿，因为其实停顿你会让对方有一股对，如果你讲完话，然后你停顿，你让给对方那个球的话，其实有一股自信会存在。所以 anyway 这本书讲了很多关于辩论。但是他不是真的变了，他就是在教你人生怎么得到你想要的，然后怎么去跟上司沟通，怎么去拿到一个最好的价格，就是例如你要买车，然后你想要让他杀价，那怎么样去沟通？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不是很重要，就是很有趣啦。我目前没有这个太大的需求去跟人家辩论，可是我很喜欢他的让我思考，然后让我可以知道自己在沟通上面有待加强，讲话要停顿，然后有时候不要听表面层，你要听到对方后面在讲什么。就有人可能跟你讲说，我想要这个，可是其实他想要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当你知道了原因，其实你很好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表面层单纯的在发生，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事情都不是表面层的在发生，它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很有深层的更多的意涵，不是表面上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伤痛，我们觉得原因是这个，可是其实有时候那个原因后面有更多的原因，所以推荐大家这几本书可以看。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好书推荐，也可以给我。我今年想要看更多的书。希望这支影片，我也是，sorry， 我也是随机拿起相机开录，所以有一点点随机，但希望因为我很想要拍这支影片，但如果我继续等的话，又没完没了，所以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然后对你们有帮助。有没有什么书推荐给我？我们大家互相分享。我很喜欢这几本。接下来要找别的书去读。那2025年，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好好的开始，然后有个目标，然后踏实的一步一步走，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好，没有，我一直觉得那个相机会停录，所以我一直要 double check。Anyway， 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然后有什么书再跟我分享。See you guys!